生已经过得很复杂了，所以我们既然要在这么复杂的人生里面，要能够怎么样？简化。那简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你要把我们这一生跟你生命最常相连的东西，就是你的身体，搞定它，对不对？你要让自己过得舒服嘛。那你要让自己过得舒服，是不是要有医学这个东西来介入？医学存在的目的是干嘛？就是让我们过得舒服啊，对不对？好，所以医学以前的概念说医学好像很高深莫测，好像很厉害、很复杂，对不对？好像很可怕。但是我要跟各位开始慢慢宣导的概念，就是说医学是可以很简单的，而且很有效的，而且那个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过得什么舒服嘛。好，那你们都已经长这么大了，你看他也都已经80几岁了，对不对？在他过去的生命里面，医学你以前听到医学的时候你有一个什么想法？太深奥了。太深奥，对不对？就大家同样的一个概念嘛。你会觉得医学很深奥，当医生好像头脑要很好，对不对？说的也是啊，不然怎么？那很深奥这个概念呢，就会让你有压力。那很深奥也代表什么？事情弄得很复杂，对不对？才会深奥。深奥就是不懂的意思所以遇到不懂问题的时候，你就会想怎么样？要看医生，对不对？好，那大家都有看过医生的经验吧？不管是西医的啦、中医的啦，什么一大堆的，对不对？好，那看医生的经验怎么样？觉得看医生很简单，还是越看越心慌？越看越麻烦。越看越麻烦，还要检查，还要转诊，还要弄什么的，对不对？好，然后后来得到的医疗的这个结果也不见得如意，对不对？所以现在医疗的环境就是在这样一个非常高深复杂的状况。好，那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因为我已经走过这段路，所以我要把它简化，让你们能够很简单的概念就可以应用在你们的生活上，对不对？很简单的，然后去处理各种遇到的问题。因为人活在这个环境里面，你说都不生病，有没有可能？应该不太可能，对不对？一定难免都会有一些小麻烦、大麻烦。那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你怎么解决？那个想法概念就很重要。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这个核心的概念。好，那现在这个核心概念，我们从以前已经讲很多了，从判断要不要手术，从什么过敏还有什么中风的预防还有从什么内分泌失调气喘对不对？还有什么之类的，等等一大堆的，还有包括像癌症好，那现在只是拿来应用到什么更年期上面了，就这样。那核心概念还是一样的。好，那这个核心概念是什么？这个说来话长，但是我用一句话很简单就跟各位讲，核心概念就是你的身体要能够运作的好，有2个条件，一个条件就是你的体力要够，这不是废话对不对？好，那第2个条件就是你身体的运作每一个组织环节的这个运作，就要像一个机器一样，齿轮在旋转的时候有没有卡住？没有卡住，就很顺畅。那这2个条件只要同时存在，你的身体在今天这个状态，它就是正常的。只要这2个条件一个不够 ，OK， 比如说体力不够了，能量不够了，一个就是你的某些地方它产生一些运作上失调的情况了，齿轮在运作的时候有点卡住了，这个时候它就会产生什么？产生了疾病的潜在种子。那等什么呢？等东风，东风一吹，种子就怎么样？就发芽了。好，所以疾病就是这么来的。好，那疾病既然是这么来的，那要怎么回去？西风。他讲的其实很有道理。东风如果是治病就是产生疾病的一个因素，那西风就是什么？逆转的因素嘛。好，比如说我举例来讲，一个人他已经连续工作5天了，很累，对不对？体力是不是下降了？能量是不是不够了？已经成型其中一个因素了。这个时候他工作的内容是什么？都是电脑，所以电脑的工作会容易让他的肩颈怎么样？容易僵硬，所以这个地方的运作是不是就卡住了？是不是第2个因素也成型了？所以是不是这2个都成型了？可是这时候他能量下降，这个又紧起来又卡住，他有没有发病？还没有，因为你还没有感觉到。好，那什么时候会感觉到？感觉到什么肩颈酸痛？什么时候感觉到脖子会紧？什么时候头会痛？
什么时候眼睛会模糊？就是因为你那个工作的时间本来5天，对不对？哎，不好意思，你再多1天，那个多1天就是东风，东风来了，造成了整个情况它支撑不住，它就 crash， 一 crash 以后发病就产生了，就是这样来的。好，那怎么逆转？他说要西风，西风是什么呢？西风就是有一个良好的观念，带领你用正确的方式把这2个原因给改变。这2个原因改变了，是不是疾病就逆转，回到健康状态？那这2个原因要改变，要做什么事情呢？第一个就是要放下电脑，第二个你要把这个脖子后面这个地方卡住的筋，要把它揉开，好，或者是你做拉伸的运动也好，反正各种方法，你要针对这里去把它疏通。那第3个是什么？还有那个体力要恢复，对不对？那体力要恢复的话，我们讲那个体力就是能量，那能量就是热能，身体的热能。那热能要恢复要怎么恢复？好好吃一顿，好好睡觉，然后用姜或者是一些温热的东西啊吃进去，身体会有改善这个热能。然后再来第4个还可以什么？热敷，有没有？你可以躺那个什么热敷，让这个地方可以热敷一下，也是吸收这个热能。好像刚才这些做法，就是他讲的什么西风，这样对吗？所以这个概念就是这样，人会生病，回到健康，就是有不同的条件去产生的。好，那条件不对就是生病，条件一对了，就从生病的状态又回到什么健康的状态。好，那回到健康状态以后，如果条件又不对了，就又回到生病的状态。对不对？所以人的这一生，你回想一下，是不是就是在这个健康跟生病的这个反复的过程中虚度一生？没有啦，这个过程里面你当然可以做很多你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不能说虚度，只是说你要知道你为什么会生病，为什么会不舒服，就是因为你的东风太多了，造成的那2个东西失调了。再讲一次，那2个东西是什么？来，第一个东西就是能量不够，我已经听你讲一个。那第2个是什么？卡住。卡住！你看，他果然来第2次是有差的啊。来第2次跟来第1次是有差的，就是这样，卡住了。那卡在哪里，它的症状就会在那个对应的位置发生。卡在这里，它的症状会在哪里？就是头啊、脖子啊、肩膀啊。如果卡在中间背后嘞？它的症状就会在哪里？就会在胸口，会胸闷、心悸、呼吸困难，甚至那个肩胛骨那个地方。如果卡在腰呢？它就是肚子的问题。比如说闷胀啦、腹泻啦、便秘啦、腰酸背痛啦，就这一圈。如果卡在屁股呢？比如说坐久了，难免会卡在屁股。那卡在屁股会怎么样？我知道他在想什么。就是腿会没有力啦，脚会肿啦，没有那个很灵活的感觉，所以整条腿是谁管的？就是屁股管的。好了，那你有发现一件事情，人卡的位置如果不一样，它对应产生出来的症状就什么？就不一样哦。那你有发现它卡的位置都是在相对于影响到哪里？它的水平的位置，有没有？卡在这里就是这一带。那卡在中间背后就是这一带，有没有？那卡在腰就是这一带，那卡在臀部呢，就这一带跟下面。好了，那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那你假如说要预防更年期不舒服，或预防月经会痛、失调、卵巢早衰、子宫肌瘤，对，发炎，你要想办法把哪个地方的疏通要把它疏通做好，是在这里，还是在背后？还是在屁股，后腰，还是在腰，就这一带，对不对？好，所以可见你的腰跟你的臀部是不是要能够怎么样，经常是疏通的嘛？好啦，所以我们现在慢慢引你到重点了，怎么预防月经跟妇科的问题，包括更年期在内，是不是要常常把你的腰跟臀部要怎么样？要放松，对不对？好，他已经提前讲到我下一个，要先放松啦。
放松就是说让它不要齿轮的运作，不要怎么样，不要卡住，对不对？好，那既然你不要让它卡住，那你是不是要避免有东风发生？东风就是会让你不舒服的那些因素叫东风，对不对？我们现在很好沟通了。那哪些因素会让你屁股卡住？坐太久，对不对？所以像那个举个例子，那个电脑工作5天的，是不是常常做的？好，然后还有什么？站太久也会，因为你站的话，你的屁股要用力啊，你的脚才会有力量支撑。好，煮饭应该不会站那么久吧？煮饭要站很久吗？从切菜、洗菜、煮饭再洗，还要洗。那你以后可能要先坐着切，然后站着炒，然后再坐着洗。当你站坐就没问题。好，所以怕的是不是站或坐，怕的是一个字，叫做久。久，好，久就是你持续太久了，你都不动，那个肌肉为了要撑住你的身体的那个动作，它就必须要怎么样绷紧嘛。那绷紧久了，它自然就会怎么样，齿轮就会什么，就卡住了嘛，所以它的活动就会怎么样，就会运作不顺畅，然后就产生一个我们那2个因素的其中一个。好，那你卡住，照理说你卡住，有没有可能自己会松开？应该是可以。好，举一个例子哈，你知道小孩子啊，10岁以前啊，你给他随便丢在床上、地上，他们就睡着了。你要不要担心说他们隔天起来会落枕？你有没有枕头都无所谓，对不对？睡得乱七八糟的，他们起来都没有说我会落枕啊。可是年纪稍微大一点以后，你只要枕头不对，或者是姿势不对，是不是起来就脖子就僵硬了，就落枕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弹不开。小孩子他即便他塞住了，一个晚上塞住，他起来以后瞬间怎么样弹开疏通了。可是人年纪越大以后，一样这个姿势卡住了以后怎么样起来？弹不开，弹性不够。弹性不够，所以弹性不够才会弹不开啦，这样知道吗？好，所以你说好，那我现在坐站，那虽然有压迫，虽然有卡住，可是如果你的身体弹性好，你就会自动怎么样弹开来嘛，你也不会有不舒服吧，对不对？它一样血照跑，然后那个肌肉组织照样弹性很好。好，那你就想，那为什么它会弹开跟弹不开？这个差别在哪里？弹性不好，对不对？那怎么样？为什么会弹性不好？你就想嘛，橡皮筋有没有弹性？有嘛？弹性这样拉是不会断，对不对？啊，你把橡皮筋放冰箱，放半天，你再拿出来，那个橡皮筋怎么样？是不是就脆掉了？弹性不好。好，所以人年纪越大，为什么弹性不好？就是那个热能越来越什么？越来越低了。好啊，低到有一天热能耗尽了，人就走了，是这样。好，那这个是一个自然正常的过程，你一样，我也是一样。好，我们从出生就好像你是一个加满油的汽车，好，那你就好好开啊，你要随便开都可以，对不对？你要开去游山玩水，去经历很多生命的事情。那开着油总会怎么样？慢慢消耗掉嘛。那偏偏我们这个人体是不能加油的，它就一桶油给你开到了，你这个生命就结束了，好，这个身体的运作就结束了。那这一桶油 design 预设可以开多久呢？可以开120年，应该够了。好，本来都可以开120年，结果你在开的时候呢，都是常常超速，油门都踩得很紧。通常这样的人的寿命会怎么样？就缩短了。好，所以这中间很容易变成甲状腺亢进啊，比较激进啊，比较急躁的个性啊，血压也会高啊，心跳加很快啦，然后能量消耗比较多，人就比较瘦的这样。像这种情况，热能就相对耗的比较多，所以它就短。那如果它是顺的开，好啊，慢慢开，悠哉的开，啊，反正这个也不抢，那个也不争，这个也不 care， 对不对？它就可以顺的开完120年，对不对？好，啊，你说哪一种生命比较好？也不一定，对不对？他可能慢慢开，他觉得很无聊，跟你快的开，你可能会享受到很多生命中的那种经验跟体验，对不对？所以我只是跟一个事实跟你讲，生命的长短来自于热能的多少，你还有多少热能，你就可以活多久，就这个意思。好，那所有死亡都是热能
耗尽的那一天，就像那个风中的残烛呢，自己就灭了。好，灭了以后，你的热能量不够了，所有的机器的运作全部都不会再推动了，所以心脏也停了，神经传导也没有了，对不对？那血液当然就不会流了嘛，那体温也就怎么样，就消失了嘛。好，所以就是一个热能耗尽的一个现象。所以这也是顺便一提，就是说你怎么样让自己活得更长寿，就是你要把这个热能怎么样改善它，你不要让它消耗得太快。好，那长寿是长寿哦，可是这个过程你活得舒不舒服就是另外一回事。那什么样会让你不舒服？比如说哪里会痛啊，哪里会觉得酸啊，哪里会功能失调，常常拉肚子、心悸，有没有？啊，要怎么样去改变这个问题？就是你那个运作，机器的运作不能卡住。啊，所以你要这2个条件同时存在，哇，那你这一生就活得又长又舒服，这样知道吗？所以你看，我到现在还是在讲我一开始讲的主题，那2个条件，对不对？人要健康要哪2个条件？来，这次换你讲。能量。第一个能量要怎么样？不能太差。对。好，第2个是什么？不能卡住。不能卡住啊！你看。啊，所以开始慢慢他把这个观念带进去了。所以以后这一辈子，以后你遇到以后身体上的任何问题，你就回到这个基本功去想，我是不是能量不够了？我是不是哪里卡住了？你只要想办法吹这个新风，把这2个问题解决了，你又回到健康状态，是不是很有道理？就很简单了嘛。这就是我要跟你讲的，用最简单的核心观念去贯穿每一个不同的疾病的主题，就这样。好，那能量不够，体力不够，这是个最基本的，因为体力不够到最后人就死了，对不对？好，那你只要不够到一个程度，它也会无法支撑你身体的运作，你也会开始产生一个卡住的现象。好，就像刚才我们讲的那个落枕，小孩子弹性很好，对不对？因为他能量够嘛，身体的能量可能都还有90分以上，也就是说他的那一桶油都还有90% 这么多。那这么多的热能就足以让它的弹性保持在一个相对良好的状态，所以它即便睡觉的时候歪成这样，可是一起来动一动，啪就弹回来了，好像又没事一样。可是当你的热能从90% 慢慢降到现在只有60% 的时候，好，那这时候你卡住的时候，你就要弹它就比较吃力了，对不对？它可能要花个2天它才会弹回来。假如说你都不处理它的话，那假如说你的热能又慢慢降到30%，只剩下30%，刚才60%是花2天嘛，30%可能要花1个月，花1个月就发现说什么一直隐隐作痛，啊，一直没有一种很清爽的感觉，就是因为你那个恢复的那个热能只有30%。那如果你能够从30%慢慢回到60%，慢慢回到80%，那是不是可以很快的就恢复，还可以避免以后又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热能的改善这件事情是我们这一套医学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好，那热能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我不叫它光能，不叫电能，不叫磁能，不叫核能？啊，就是我们人身上有的东西。那人身上有没有光能？会不会发光？其实人会发光，最新的研究有照出来，它在那个皮表有微微的那种光，那是可以用不同的照相机可以照出来的。那人也是看不见，但是人是会发光的。可是光灵很弱，它很弱。那第2个，人有没有电能？有没有电？肯定有啊，不然你神经怎么传导，对不对？可是神经的电能呢，它也不强。那核能更不用讲，我们不会辐射嘛。其实人有辐射的也是有核能的人有辐射线的。好，只是比如说像你这样靠得那么近，会互相辐射线干扰，可那个都很弱。好，然后还有什么？反正这几个化学能，化学能就是说很多化学反应的作用产生的能量。比如说我们医学上有个叫做 ATP， 有没有听过这个东西？没听过哈？好，没听过就算了，因为那是很深奥的东西，那反正也不重要啊。所以像以后你听到这种很深奥的东西不懂的，就跳过去，这样知道吗？因为它只要不讲到热能跟卡住，就不关我们的事情啊。所以反正我只是书读的多一点，跟你讲，他们会讲到 ATP 啦 ，ATP 就是这种细胞的粒线体，它怎么经过氧化啦，然后产生一堆那种能量的这种货币出来，然后推动整个细胞的运作，就这个概念而已。好，他们叫化学能。好，
然后再来就是热能，人有温度嘛，所以有温度一定有什么？有热能。好，那为什么我会觉得从讲热能而不讲其他的能呢？因为热能是我们从临床上过去这10多年来，发现到的一个事实，就是说你人只要生病有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只要给予一个温热的东西，就会发现它怎么样，慢慢在恢复。好，那我们临床以前没有做过说，这个人只要一生病，我给他通电，他就会慢慢恢复，他可能会电死。好，我也没有发现我给他照光，他就可以慢慢恢复，也没有。给他吃什么营养或者是一些什么化学的，也没有。为什么？这个最容易了。化学的东西就是像很多的西药，有没有？西药是不是化学的？那你西药给他吃下去，人会不会恢复健康？好，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哦。西药吃下去，它改善的是你的症状，可是它不会让你恢复健康。你一停药，它可能就又回来了。所以西药很强，西药因为它研究知道人的运作是怎么样，所以西药的剂量很重要。你剂量不够就没有效，对不对？剂量刚刚好，刚好去把这个齿轮解开。那这个运作一恢复正常的时候，人就舒服了。可是西药没有办法改善热能不够的问题，它反而会让你的热能越吃越冷越差。所以它表面上是松开了，可是你一停药，它可能又回去了。好，那假设这个人热能本身就够的人，本身就够，他吃了西药以后解开了，他的热能马上稳定他就好了。所以你会看到西药会好，是因为这个人热能还够。他暂时用西药的方式强迫运作解开，然后这个热能马上去稳定，他就恢复稳定正常。即便他停药，他也好了。所以是这样来的。可是当这个热能不够的人，他吃了西药以后，他暂时解开了，可是一停药以后，因为热能没有办法马上跟上，他又卡回去了。好，那一吃药，又解开了；一停药呢，又卡回去了，就会发现这种情况。好，那再来有些人是热能更差的，一吃药，他暂时解开，可是吃第2次，他又解不开了。好，有这种情况，所以你能够解开，有时候是西药的作用。但是更重要的是，你后面的热能能不能跟上稳定？好，所以西药其实可以解决的是暂时的症状跟控制，可是它没有办法让你真正恢复到健康。好，所以化学能也不是我会强调的，所以我只强调热能，因为热能就是我们刚刚常讲的，它从临床上观察到，也没有任何的理论，以前说过有什么研究啦。什么 paper 啦，什么医学报那个研究，发现这个热能好像有这个，因为从来没有人这样做过，是从临床上发现，只要给他热能，给他热敷，给他喝点温热的东西，这个人慢慢就恢复了。好，是这样来的，所以我们才会把它反过来讲，其实人要恢复健康，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热能要够。好，那换句话说。以后你在市面上看到跟热能无关的事情，就不要理它了，因为就很简单了嘛。你想办法把你的能量提升，把你的热能增加就好了。好，那以前我讲过嘛，改善热能有几个方向，对不对？其实热能没有办法被测量，它不像我们说什么体温我量一下你体温有几度或者是什么卡路里那是叫热量。热能是一个概念，你无法去测量它。目前没有任何一个仪器可以测量说你的热能剩多少，没有。可是我们可以从几个身体的反应来判断你到底还有多少%的热能。好，我刚刚讲小孩子都是什么90分以上，对不对？现在我不晓得各位是多少，对不对？像他可能就少一点，可是你不要看他少一点，他年纪虽然大，可是我相信他比很多其他年轻人可能还多第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就是你觉得你体力好不好？常常体力很充沛的人，讲话声音很洪亮的，不是这种气若游丝的，通常体力不错，对不对？那个热能就相对是不错的。再来第二个，你有没有常觉得手脚冰冷的？如果有，恭喜你，热能一定是50分以下。好，那你说手脚冰冷是不是老人的专利？不是，反而是我在临床上看到像他们这样。7、8、90岁的，
手脚都是温的。他躺在那个治疗床上，我摸他的脚，温的。可是很多30几岁的女生脚是冰的，我就很怀疑她能不能活到80岁，对，因为热能不够嘛。好，所以第一个看体力，第二个看你手脚的温度啊。比如说你自己不知道，你跟人家握手，你常常觉得别人的手都比你温暖，那就恭喜你，你要特别注意了啊，因为你的手脚都是常常是凉的，对不对？好，除非你握的人刚好都比你冰，那你们可能整体都要注意一下啊。那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看你的吃喝拉撒睡这些功能哈。吃是不是要有胃口？那你吃进去胃要不要运作？要不要消化？还是说吃下去会吐出来，会反胃卡在这边？这个功能顺不顺畅，要靠热能维持。所以你吃的好不好，舒不舒服，这也是一个指标。喝也是一样，你水喝下去，水会不会吸收代谢掉？还是水喝下去就想恶心想吐，对不对？还是堵在这里？还是马上就尿出来？好像一根肠子就像水倒下去，马上就尿出来了，这也是一个问题。那大便也是一样，大便有没有每天都有？好，正常要每天都有啊。你不要说隔2天才有，那就是功能不好。功能不好也代表热能不够。然后你大便形状是不是都像香蕉一条一条的？如果不是，你也是热能不够。好，所以它是有个标准去判断的。那这个标准你要不要去验血？要不要去照个 X 光？不用，你只要每天看你产品就知道了，对不对？你看看大便是不是今天有上，明天有上，1到3次都算正常，4次以上有点过多啊。所以这个标准就是说，如果你看排便，一天1到3次，形状都要像什么成型的香蕉。偶尔1天2天不成型没关系，因为那有可能是你吃东西造成的。可是你第3天以后马上又回到成型了，那就 OK 了。好，所以你经常要去注意你每天的大便、小便，包括它的感觉是不是舒服，包括它的颜色、形状，好，还有臭味啊，还有那个什么泡泡啦，还有你过程有没有顺畅，这些都是你的身体的一个指标。所以你等于是每天都在做自己的什么健康检查嘛，对不对？好，还有吃喝拉撒，还有睡觉。好，睡觉有没有一觉到天亮？中间是不能起来尿尿的，你只要尿1次就扣2分，好，尿2次扣10分，加倍成长。所以正常就是你一觉要到天亮，不管你年纪多大我有86岁的病人他老男生一样是从10点睡到6点都不用尿尿。好，那经过治疗以后也可以达到这个状态了就是说你只要回到正常，它就是应该是这个状态。所以我们在改善热能的时候，我们是有个标准，这个标准有点像你去抽血检查，它是不是每一项指标都有标准比如说胆固醇要0到199，对不对？也就是说你200以上，胆固醇就算什么超标嘛。好，那我们的标准是什么？你只要大便超过2天都软软的，就是超标了，就不对了。好比如说睡觉已经超过好几天都睡不稳，都起来尿尿，这也是不对了，对不对？好手脚都凉凉的，觉得身体累累的，那就不对了。好，所以不对以后，你要马上想到什么事情？热能不足嘛，对不对？好，那热能不足怎么改善呢？那你就要去从生活里面去想，为什么我已经连续1个礼拜没大便？为什么我已经连续1个礼拜没睡好？为什么我已经连续1个礼拜吃东西会觉得堵堵的？你是不是吃错东西了？食物的选择不对，或者是你最近真的太忙了，对不对？你心思很忙，所以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然后晚上就没办法放松。还是说最近跟人家正好吵架，心情有点郁闷造成了这样的一个身体的失调。所以你要从这个生活里面去解决这些问题，然后让身体的热能能够被解套以后回到正常状态。好，那反过来，那你怎么知道你回到正常状态？你怎么知道你回到正常状态？体力好，手脚。对，就是回到刚才那些项目嘛，体力好，手脚温暖，吃好、睡好、拉好，对不对？那是不是就是你身体又回到60分以上了？所以这个概念是这样。所以基本上对我来讲我是每天都在做身体健康自我检查，因为你只要稍微一点点风吹草动有点不稳了，你马上调整回来，是不是比较容易？
可是如果你已经很不稳很久了，身体都已经失调到结构上、功能上都已经损坏了，你这时候要再调整回来，是不是比较难？就洞就挖得很大了，你洞挖很大，要填回来是不是比较久？好，而且还不一定填得回来。好，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概念上，你每天都自己检查。好，所以这是热能改善的部分。好，包括像这个可以讲很多了，吃要怎么吃啊，对不对？然后保暖怎么保暖，运动怎么运动，休息怎么休息，然后心情怎么调整。这个可以讲好多课，但是概念就是这样。啊，要从这几个方向去。然后第二个，这是热能的部分。第二个是什么？组织有没有运作卡住的部分，对不对？好，那你怎么解决组织运作卡住的部分？最简单的就是去运动。啊，运动，那运动也有很多的项目啊，比如说你肩颈卡住的运动要做什么？一些脖子的拉伸，对不对？好，一些什么，有些转头啦，有些这个下巴前后的运动啊，好，甚至你往上看啊，往下拉啊，等等之类的。好，所以有很多的什么八段锦啦、太极拳啦，甚至有些 Pilates 啦，对不对？像这个都是很好的。好，瑜伽啦，这都可以。好，第一个就是最简单的就是这个。那第二个就是去按摩嘛。好，按摩就是你把这个针对这个地方把它按开嘛。好啊，但是按摩它又比较浅层，所以我们现在在诊所会做的就是按推，推就是更深层的。好，直接针对那个位置把它揉开。那再来还可以用针灸的针嘛，也可以用刮痧、拔罐啊，好，甚至用一些手法整脊啊，甚至有一些什么通电的啦，好，甚至再更严重的怎么办？你也可以用手术刀，啊，就是这个已经粘连很严重了，都塞住了嘛。那这个用刚才那些方法已经不足以去解开这个问题了。那这时候可以转介给外科嘛，外科就可以用手术刀把它怎么样，把它看要怎么处理嘛。一处理以后，它是不是又松开了，它就好了。啊，所以有些时候不要排除手术，因为手术有时候是必要的，对不对？啊，因为你的身体如果靠这些手段恢复不来的时候，因为你已经知道这个东西已经塞在那里了，你用这些东西都处理不来的时候，你还是必须要经由一些比较深度破坏性的方法，然后把它给疏通开来，达到这个目的，让身体又重新恢复一个正常的运作嘛。这样是不是好？那至于这个手术的时机我们以前也讲过嘛，怎么判断这个状况要不要动手术，要不要开刀？比如说我刚讲了，我用按的方法、推的方法、针的方法、刮的方法，各种的刺激的方法都解不开的时候，这个时候表示这个情况已经超过他身体能够自我怎么样、自我调整、修复回来的范围了，所以这时候就必须要介入一个什么？一个外科的方式，对不对？然后把这个东西强迫它把它什么解开了，而解开以后再回到什么？我们这个方法，用改善热能的方式，用各种疏通的方式去帮助它周围组织的修复，这样就好了，就解开了嘛。好，所以什么时候要手术呢？就是当你判断这个情况超过你能够身体自我修复范围的时候，就要手术了。那什么时候不要手术？就是你自己可以修复就可以了嘛，对不对？好，那现在我发现这么多的方法里面，我们这一套就能够最大化的去刺激到你身体的自愈能力范围。也就是说，等我用我这个方法下去都改善不了的时候，你就可以放心的判断说 ，OK， 这可以手术了，因为它已经是最大化的自愈能力范围的手段。如果连这样都不行，那表示就是可以。那如果可以的话，哪怕只改善40%，那当下你就可以判断说，你只要继续去处理这一段就好了，就不需要去手术。好，所以这又可以做到目前在西医上面他们很困扰的一件事西医的困扰，因为他们太深奥比如说好几个例子我已经治疗太多了，就是说他们都认为说要手术的比如说像他就是对不对？还有一个先生，我上次也讲过嘛。那个先生的案例比较特殊，他就是80出头，跟你现在差不多，一个男生。然后呢，他有一天突然腰痛，那腰痛到很严重就是痛到下不了床。然后那时候他来给我看，对，我就把这个腰跟这个地方
推了一下，推了一下以后，他果然就改善一半了，好，甚至好像一半以上更好了。我就跟他说，你这个就是这样继续治疗就好。那过了2-3天，他又痛了，好，然后又过来，又再处理了一下，他又好了。那可是因为他经常疼痛，所以他的孝顺的女儿跟家人就会带他去看什么？看骨科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想知道。好，一照那个 MRI， 就发现他那个脊椎脊椎有个包膜脊椎的包膜它裂开了，所以那个水呢，就从脊椎里面有水有那个润滑的水分，它就从那个包膜里面流出来，然后流到他的这个腹腔跟那个肌肉的夹层里面，所以它就塞在那里。好，他就认为说这样造成他的痛。好，那我还记得那个骨科那个医生就跟他说，哦，这个应该要赶快手术，因为已经很严重，然后要赶快把那个脊椎的包膜把它缝好，让那个水要怎么样，要把它清除干净。他认为这个是造成他疼痛的原因嘛。好，那他们已经在我们诊所看了一段时间，他的概念也有了，因为他知道说所有问题只要处理这2件事就好，一个就是什么？热能不够，一个就是什么？卡住。好，那他来找我的时候有没有去做检查？还没有。可是那个时候有没有可能已经发生这个事情了？有，但是我不知道，对不对？那我还是按照我的 SOP 嘛，我就先从它对应的点去把它推开，然后热敷，它就好了一半哦。那这个时候，如果它能够好一半，代表它这个问题是不是在它能够身体自我修复的范围内，对不对？好，所以我就跟他说，就继续这样做。那只是后来他们去检查以后，发现到说，原来这个破裂以后，水分流到那个肌肉夹层跟腹腔，所以他们认为要赶快手术。那因为手术有风险，加上他年纪也80几岁了，所以他们后来也决定不手术，好，所以就继续这样处理。所以处理了差不多也1个多月吧，他基本上就完全好了，就完全好了。好，然后那时候那个骨科医生还说，如果我是你的儿子我就立刻帮你签字动手术。好，所以你看西医的想法会因为照出来的结果而马上判断它的严重性，可是他们没有像我去做第一件事情，我会先解开它卡住的地方，甚至提高它的热能以后，看看它身体能不能自我修复，如果可以就不用手术。可是如果当时我做完以后它没有任何改善，我就会建议他去检查跟手术。OK， 好，那所以你看他其实也找完第2个医生了。第2个医生说，因为考虑他年纪的问题，所以第2个医生就不建议他手术。可是第1个医生就很积极的想要他手术，所以可见同样是西医的体系，可是他们在判断手术与否的时候会怎么样？会打架，对不对？那为什么会打架？因为他们没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怎么去判断，他才会冲突嘛。可是当我有正确观念，而且能够做得出来的时候，我就不会打架了嘛。要就要，不要就不要，就很清楚了嘛。好，那这就是我们现在可以做到的程度在这里。好，所以我都在想说，以后任何需要有动手术的，被要求说这个要手术的人都先来我们检查一下，确定他有超过自我修复能力范围以后，你再去做，才不会白挨一刀。好，可是反过来讲，西医的概念是说为什么第1个骨科医生他那么积极的说要开？他怕什么？他怕会恶化，对不对？他怕这个水越流越多，然后积累越来越大，然后造成一些并发症，对不对？他是怕这个，所以他就马上认为要开嘛。可是他不知道是我已经搞定他一半了，他只是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如果以后每个医生都有我们这一套的经验，临床先做这一套，是不是更好帮助他们来判断要不要开这个刀？对不对？好，所以我的下一步就是把这一套观念，今天你们学到这一套观念，普及到以后世界上每一个医生的脑袋里面。那这样的话，以后你们不管去找任何医生，是不是就安全多了？对，他也不会 delay 你的开刀时间，也不会过度的开刀，那是不是就好了？好，这就是以后我们要做的事情。好，所以这个观念就是很简单的逻辑，是不是就是这样？好，所以刚刚讲到就是组织的运作怎么松开，我们可以从最简单的拉筋、按摩、按推、针灸、拔罐、刮痧，到比较深入的手术都可以，不管你怎么做都可以，对不对？你就是能够把它从齿轮卡住松开就好，那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然后热能又解决了，那是不是这两个问题又同时改善？你身体要不好都很难，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概念是基本概念。那我们现在应用到更年期，现在才讲到主题嘛，对不对？更年期呢，应该是女生比较明显，男生听说也会有，但是我还没有，所以我不知道啊。女生比较明显，原因是因为她受到荷尔蒙的影响比较大，所以荷尔蒙是不是造成更年期症状的原因？我现在这句话如果这样讲，荷尔蒙本身是不是造成更年期症状的原因？你们认为是不是？是不知道，是你们认为是？之一啊，主要原因啊。认为不是的举手。只有他举手了。果然听了10年的还是有差别啊。他不是，为什么？我刚不是讲了吗？所有疾病的原因只有2个，一个是热能不足，一个是什么？卡住嘛。所以我一反过来问你们，你们又还没不醒来。更年期会有症状，症状是不是不舒服才有症状？更年期本身会不会不舒服？更年期只是个时间，你知道吗？就像你的发育期，对不对？就像你过了某一天那个时间，所以更年期只是一个时间。你这个时间里面比较容易发生在月经本来很正常的有，对不对？然后后来慢慢的可能就一次 skip 2次 skip 3次，后来就停了嘛。所以医学上他们把它定义就是说，当你一整年12个月都没有来月经的时候，就可以确定是已经绝经。好，那从有月经到绝经这个过程，这个时间就叫做什么？更年期嘛，就这样嘛。好，那只是说全世界的女生们，她们统计平均，不是你一定是这样哦，它只是平均哦，45岁到55岁容易发生这些情况。那有没有人39岁就不来了？有没有人到60岁才不来？有嘛？对，那只是说大部分统计嘛。好，那这个时间这样过了以后，这个时间的过程会不会不舒服？会不舒服的原因是什么？荷尔蒙吗？不是。你现在说不是啊？还好你现在说不是。就是西医多半都是说，就是因为太荷尔蒙让你，他们就是太深奥了。所以我们现在要过得简单，就不要再理那些了。我要帮你们洗脑。会有症状，一定是你具备那2个条件：热能不足加上卡住。好，什么时候会热能不足？在你45到55岁这个过程，你要不要肩负很多家庭重任？容不容易累？对不对？上有父母，旁有老公，下有小孩，哇，蜡烛怎样3头烧，加上又有工作4头烧，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身体能量怎么样？很容易不够，是不是？大多数的女生就在这个时间里面很容易热能不够，是不是？搞定了第一个那个什么候选人，对不对？疾病要发生的候选人，第一个就有热能容易不够。然后第2个，当你这么忙这么累的时候，还要切菜，还要煮菜，还要打扫，还要用电脑，是不是很容易身体卡住？那卡在不同的地方，是不是造成第2个就有了？好啦，那只欠东风啊，东风就什么？跟老公吵架啦，小孩子不听话啦，工作上也有压力啦，是东风就来了，砰就把这3件事情怎么样凑在一起？你创造了这样的条件出来，恭喜你，症状就怎么样？就发生了，就是这么来的。好，那有没有女生在更年期的过程从来没有不舒服？有啊，你有看过吗？我有，我没有，你就完全没症状，是吧？完全没症状，你看，不知不觉就过了。过得好。他的手脚都是温的啊，待会大家都可以跟他握手。啊，你能够活到这样是有条件才会活到这样啊，所以用结果回来看就知道了啊。所以当你现在如果手是冰的话，那你就要注意了，赶快按照我刚刚讲的，赶快去改善。好，所以你看他就没有啊。坦白说，我临床这么多年哈，我这样问哈，大概就只有2个女生，她说她更年期完全没症状。就2个，啊，
好，哎，本来会来的就是有病的嘛，所以有2个就不容易了。我如果去街访，可能更多人啊，所以其实是可以完全没有症状的，你只要没有搞出这2个东西就好，对不对？好，所以怎么样去解决这个症状？你看更年期很多人他不舒服，是不舒服在哪里？比如说脸会突然热起来，然后会冒虚汗，有没有？头会冒汗，然后头昏脑胀的，然后眼睛会发红啊，口干舌燥啦，然后那个胸口会怎么样？会闷啊，也会冒汗啊，还有什么？睡不好，睡不好也是头嘛，还有什么？口干舌燥嘛，胸闷啊，潮热嘛，盗汗嘛，这都是这样。情绪，我妈很烦躁。你有没有发现这些问题多半发生在人的什么位置？头，是不是就是上半身？上半身，对不对？那上半身就是头部跟什么？这里嘛，上背部嘛。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你有这个症状发生的时候，你要想到什么？赶快疏通我们头部跟上背部的位置就好了。你在突然很闷热的时候，胸闷的时候，赶快解开上背部。突然身体冒汗很热，赶快把头怎么样揉开，是不是就最快的方法？你就可以很快的让这个不舒服的情况怎么样下降？好，那下降消失了以后，会不会再来？累了会来。你只要热能又不够，它不稳定，它就回来了。好，所以当你常常回来，那就代表你的热能常常是不够的嘛。好，所以一定要双管齐下，对不对？既把它疏通，又把它热能改善。好，那这件事情热能改善这件事情要靠谁？自己。靠自己。比如说刚刚讲了，要心情要放松，吃要吃得好，睡要睡得好，然后休息要够，运动也要相对有，对不对？这都要靠谁？靠自己。你靠医生吗？医生吃饱了，你还没吃饱啊？医生都睡得很好，你还没睡好。医生心情很好，你还是心情不好，对不对？所以这个没有办法靠别人，只能靠你自己。只有疏通这件事情，还可以靠别人比如说你自己弄不到请我们帮你去把它疏通，这是可以的。可是你疏通以后，你要回到你自己的身体去调整，从生活中去调整，双管齐下，你就会把这些症状很快的去解决跟改善所以我看到有些人很可怜，他说他更年期从40出头开始，一直到60几岁，都还在更年期的症状。他说我的月经早就停了，他大概50岁就停了，可是他的症状不舒服一直持续到60几岁都还有。那他也搞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照理说月经已经停的话，你的荷尔蒙已经怎么样？已经趋于稳定了嘛。好，其实荷尔蒙的影响是这样的，它就像你搭飞机，你本来在高空要 landing， 有没有？你在高空的时候，耳朵会不会不舒服？不会嘛，你已经很适应了嘛。那你在 landing 的过程里面会不会不舒服？因为气压改变了。可是你 landing 到地上的时候会不会不舒服？又好了。所以它只有在这个变化的过程里面，对不对？那荷尔蒙的水平就是这样，你本来是很高的荷尔蒙，那在衰退的过程里面，这个造成了身体的不适应，这个不适应就造成你很多的组织就会怎么样，就卡住了，才会造成症状。这个时候如果你的热能好，它就把它又弹开了，所以就变得没有症状。可是如果热能不好的人，他就卡住就弹不开，所以症状可以持续20年，即便他的荷尔蒙已经 landing 了，他的卡住还在，对不对？所以可见那个症状跟荷尔蒙有没有关系？他的荷尔蒙已经到地上了，10年都在地上，可是他还是卡住，所以他还是有不断的有那个症状发生。所以那个症状直接的因素不是荷尔蒙，是卡住，然后他的热能又不够，又弹不开，所以这个才是他真正疾病症状的原因而不是那个荷尔蒙。荷尔蒙的作用是确保你每个月都会来月经，你在很够高的时候，它会来月经，完全降低的时候就不会来月经的。可是这个人他已经完全降低了，过了10年也不会来月经，可是症状都还在，所以可见是不是荷尔蒙的关系？就不是了嘛，就是那个卡住的问题跟热能不够的问题。所以其实从头到尾都是卡住跟热能不够的问题，从来都不是荷尔蒙的问题。好，这样听懂了哈？好，那现在医生跟你说，那我开个 HRT 给你，就是荷尔蒙补充剂。你一听怎么样？
聪明呢，你就知道那个就是那就是个谎话，对不对？不吃，因为它能不能解决你热能不足的问题，它能不能解决你卡住的问题，不行了嘛。所以还要不要用荷尔蒙的疗法？好，那你现在就很清楚啦，就不需要。对，好，那你只要搞定2件事情，身体热能要够，组织要松开就好了嘛，你就可以很好、很舒服的度过这个过程，是不是这样？好，那这边刚刚有讲到那个例子，飞机本来会 OK 的，耳朵很 OK，landing 的过程开始会胀，然后后来回来以后又好了，有没有人 landing 以后还在胀的？这个过程是不是绝经了以后还在不舒服的？是不是一样？是不是？好，像我自己就有经验的。我虽然没有更年期，但是我有这个经验。我本来在高峰很舒服，结果那个空姐就说：“哎，那个快 landing 了，就发饮料嘛。”那时候我想说，就那个什么 7 Up 冰的哦，在喝。我很少喝这个东西，我就喝了，很舒服，对不对？哎，就喝了以后发现，糟糕，要 landing 了，我就开始感受到我的耳朵越来越紧，然后到后来很痛，好，痛到我都这样要松开它，都还松开一点点而已。好，真的那个痛的过程让我觉得印象很深刻，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痛过。那我就后来在回想，为什么我会这一次特别痛，我就想到，就是我要下降前喝了那一杯冰的，那个冰的东西会让整个组织弹性怎么样？卡住嘛，它就缩紧，热胀冷缩嘛，所以缩紧以后是没有弹性的。以前我下降都弹得开的，这次我就弹不开了，我就卡在那里，非常非常痛。所以我就更加验证这件事情。你只要热能不足，哪怕你只喝了一杯冰的，对，而且你看喝这个冰的，是不是经过你的口腔，是不是把你这个头颅周围咽喉的这个弹性怎样，给它缩住了？然后又发生 landing 这件事情，如果它不 landing 我还好，对不对？如果我是在 landing 的前3个小时喝，没问题。可是它是在 landing 的前10分钟喝，马上就塞住了。好，那我就知道啊，原来还是在这个事情上发生。我就知道哦，原来是这样来的，我就不会到处去乱想说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就很清楚了。那很清楚这样的一个观念之后，是不是我下次要预防它也很简单？我怎么预防？我就不喝，我就不喝就好了嘛，对不对？对啊，不要喝冰的嘛。好，所以这又回到一个目前大家很热门的探讨啊，喝冰水到底对人好不好？好，你看有人就声音说中医里面认为不好，西医认为说可以，对不对？为什么会打架？因为我刚刚就是讲了嘛，西医本身判断要不要手术也会打架，为什么会打架？因为他观念不通，没有贯彻。你只要贯彻了，你不会有怀疑的，就是不能喝啦，而不是说因为立场的问题什么中医啊或者西医没有这回事，因为事实就是事实。你只要一喝冰的，一超过人体能够负荷的那个热能的控制范围，你的软组织就会怎么样？就会变形，就会卡住。一卡住就造成我们那2个病因的其中的一个就是神经。好，所以我也听过很多那个西医的妇科说，那个月经来的时候喝冰没有关系啊，对不对？他们是不认为喝冰会造成你经痛，不认为是喝冰造成你的组织内膜发炎。那事实上，你有这个概念以后，你再回头来看有没有影响？是有影响。我不会说喝冰直接造成症状，喝冰是什么？东风，它只是东风，它不是种子。种子是什么？这个人热能不够，这个人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卡住了，这个是种子。有这个种子以后，再加上喝冰的东风就发芽了，它就造成疾病了。好，那因为西医没有看到这一层，他只是看到说喝冰也有人没事啊，对不对？他就不认为说喝冰是造成他这个妇科疾病的原因嘛，的确不是原因，它只是个东风而已。可是你要解决跟预防是你要从这个种子下手，因为喝冰会影响到恶化这个种子怎么样更厉害，它就更容易造成症状。好，所以喝冰不要说喝冰啊，喝酒，酒是热的还是冷的？啊，喝酒会不会热起来？啊，酒是热还是冷？我觉得分种类吧，白酒、红酒这些。还分白酒、红酒啊。对，那白酒是热还是冷？热的吧。啊，红酒呢？
是热的，啊，啤酒、啤酒是夯的。清酒、高粱酒。然后那个有在热的，好，其实这么多酒的名称哈，它们都有个共同成分，就是酒精，对不对？那酒精这个东西哈，你有擦过酒精吗？比如说打针之前那个酒精擦一下，是不是凉的？啊，所以酒精一定是凉的嘛。可是为什么有些人喝了酒会发热？就像你喝西瓜汁啊，西瓜是不是凉的？你喝西瓜汁会发热吗？不会，对不对？你会越喝越冷，对不对？可是为什么喝酒会发热？它明明是凉的哦。哎，没有人知道哈，这我应该讲过好几次了，对不对？要不要讲讲看？是因为身体自动让生产更多的热能，能够去把这个寒性给克服掉。所以西瓜的时候，它就不用生产那么多热。是不是不同物质跟身体发生的化学反应不同？化学反应不同。我跟你讲很简单啦，我们酒精啊，酒精这个在最近这几个月啊，还是去年忘记了，就是最新的研究把酒精列为1级致癌物。有听过吗？那天有刷到。你有刷到哈？1级致癌物哦。1级致癌物是好还是不好？不好嘛哈。可是大家还是喝得很开心，对不对？好，其实没有那么可怕。你平常在接触致癌物多不多？多啊。可是你很开心嘛？你只要热能够好，我跟你讲，你只要热能够好，你要接触那些没问题，对不对？你热能够好的人，身体够好的人，你吃冰有没有关系？哎，的确没关系啊，对不对？我们刚刚不是讲了，你知道热能有80-90分，你喝冰你也不会经痛啊。所以西医就看到这一点，喝冰不会造成问题，所以他们就认为吃冰不是问题，那是因为它热能好。可是热能不好就卡住的人呢，一吃冰就怎么样，就痛给你看。好，它酒也是寒的，非常寒，好，而且都已经寒到变成1级致癌，它比西瓜汁更寒。所以他刚刚说，我就反问他，那为什么喝了酒精以后，人会为了要跟它平衡，产生很多热能，所以人就热起来？然后为什么喝西瓜不会？因为喝西瓜不用产生那么多热能，它就平衡了，因为西瓜没那么寒。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也是可以。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因为酒精这个东西被人体吸收以后，身体会侦测到这个东西是对它好还是不好，是不好的。所以身体很聪明的去做一件事情，尽快的去把它排掉。那你要把它排掉，要怎么排？你都已经跑到身体里面去了，你喝到胃胃就把酒精给吸收了，吸收到你的血液里面。所以你一喝进去，你血一吸收，那个酒精就跑到你的全身了，从头到脚都有酒精了。而这个时候你要把全身血液里面的酒精代谢掉，要做什么事？要不要让它流动的快一点？流动快一点，心跳要不要快一点？对不对？心跳快的话，就相当于你在运动了，所以人就发热，这样了解吗？好，所以你喝了酒人会发热的原因，就是因为人体想要加快把它代谢掉，这个过程里面人会热起来，甚至会冒汗，甚至会排尿，有没有？喝了酒会排尿嘛，因为他想要借由尿把它代谢掉，借由汗把它代谢掉。那你要能够排尿，能够流汗，是不是人要加快？这个时候你就热了。所以就误以为说喝酒好热，可是当你这个工作完成以后，身体会不会很累？能量是不是更差？那你就会更冷，你会冷到骨髓里面去，就有那种感觉。所以冬天喝酒御寒，其实是一件蛮冒险的事，也要看你热能够不够。热能不够的话，你喝了酒还就更加走了。好。好，那现在就有人讲那个姜母鸭啦，什么麻油鸡啦，要加酒啊，对不对？怎么煮呢？就是你要把它煮到酒精全部挥发掉就好。好，那为什么要加酒？当初为什么要加这个酒？好喝。对，就是因为它提味，因为酒精会让食材里面的某些东西它能够释放得更好，它借由它的挥发的过程里面把那个味道提上来。所以我们不是为了喝那个酒，我们只是借由酒的作用去提味以后，然后把酒精怎么样？烧干挥发掉，剩下好吃的味道，这样了解吗？所以你在煮的过程里面，最好能够挥发到完全没有酒的酒精，这时候你在喝应该是不会醉的。那有什么益处？就是好吃啊，就是好吃而已。对，就好吃而已，对，没有营养，没有。没有。
可是烧完了你吃还是会发热啊。那是因为你的汤是热的啊。酒精还没有完全烧干净还没有挥发完吗，然后你的身体要把这个坏东西排掉。没啦，如果你是喝姜母鸭、麻油鸡，喝完会热，对啊不是因为你喝了酒，是因为那个汤跟肉本来就是，可是因为有一种出汗的感觉，普通的鸡汤不会那么热啊。因为它提味了，酒精其实是你所以但是是安全的嘛，只要安全对，所以很多那个妈妈坐月子啊，嗯，不是要补身体嘛，要吃麻油鸡嘛，然后你知道如果有酒精的话，那个母奶也会有酒，那小孩子喝了也会醉哦，不要说醉了，会伤害到他的大脑，因为那个小孩子大脑还没长好嘛，所以酒精很容易让他影响他的发育嘛，所以如果要坐月子的，最好是一定要烧到完全挥发掉，再给妈妈喝嘛，妈妈喝完以后，那个奶水就不会有那个酒精了，是这样。怎么样是算是整个烧掉？怎么样算烧掉啊？通常煮的久一点会比较容易。他们说好像至少煮半个小时到1以上个小时以上。我本来是因为我没有做过菜，我也不知道。但是你可以用个试纸量一下，是不是还有酒精的成分？但是我印象中好像都要炖个40分钟以上，才比较容易挥发掉啊，不然就是找一个对酒精敏感的人来测试。你只要稍微给他喝看，没事，他都没事的话，表示别人 OK 了。就像那个金丝雀有没有？空气不好，金丝雀不是先被毒死吗？说不定找那个人来试验，他只要没事就 OK。坦白说，这个你不要笑，这个酒精是寒哈，这个观念啊，大概是从10几年前，2008吧，2009、2008那一年，那个才有人去做这个试验。如果我今天没有讲酒精是寒的，你其实还是搞不清楚酒精是热还是寒，是因为2009年那一段时间，那个原始点那个张兆汉医师啊，他在讲原始点这个热能概念的时候，他要去找这个东西它到底是寒性还是热性的时候，他在中国大陆就找了很多身体很差的人，就是已经热能判断好像就是在那个一吹就灭的那一种类似，因为在那种状态哈，他撑不住，你只要一点点错的东西给他，他马上就恶化，啊，像这种人，好，然后他就给他试验半年，都给他喝酒，好，如果酒是热的，经过半年后，他的体力应该是越来越好嘛，结果我发现试验完之后，没有一个人好起来，所以就可以反过来证明酒精就是什么寒的，寒的就是这样，我们没有说酒不好，我们没有对不起那些卖酒的人啊，酒是好的，但是你要慎用，因为你要知道它是寒的，就这样而已。好，所以当你热能够，你跟人家干杯可不可以？可以啊，没有问题啊，但是你前提是你条件要够，你要有这个概念先嘛。那所以酒量好的人就表示热能是好的，酒量好的人不醉的是不醉，对不对？他的身体运作还能够维持正常，那应该是热的还不错。那表示说他体质是热的，所以喝酒对他体来说质相对热能好一点，因为没有一个人的体质是热的，体质是平衡的，过热就不平衡，过寒很常见啊，所以我们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的体质是过热的，为什么？因为人的能量都是不断在消耗的，你只是睡一觉又回来一点点，可是你的年纪越大，你还是会在消耗，所以人的体质只会越来越寒，不会有人是热性体质。热性体质是中医的一个误判，哦，他们在判断人是热性体质是怎么判断的？啊，比如说你常常眼睛会发红啊，口干舌燥，舌头是红的啦，大便便秘啊，然后尿尿都是黄黄的啊，好，他们常觉得身体很热啊，他们就把这样的一个症状判断这个人的体质是热性体质。好，可是你刚刚已经听完这个课了，我刚刚讲的那些症状都是怎么来的？卡住，都是卡住来的，所以他们没有体质过热的问题，都是卡住的问题。所以人的体质只有热能不够，也就是说你的热能一定是不足的啦，你只有回到平衡而已，你不可能去增加的，因为我们的油箱就这么大嘛，你总不能一直加油加到溢出来嘛，对不对？你的油箱就这么大，所以你只会越来越少，你不会过多，啊，所以热能只会越来越少的原因就是这样。所以改善热能永远是对的，
假如说你这件事情你发生在你身上，你不舒服了，你不晓得该怎么办，你就记得一件事情：我先改善我的热能再说，对不对？改善热能怎么办？怎么做？就是刚刚讲的要吃好、睡好、保暖好、休息要够，然后这4个做好了以后，再加强什么？运动。运动放在最后面。一个人都已经躺在床上不能动，叫他运动，那是不可能的。先把吃好、睡好、休息好、保暖好先做好，等体力好一点再来运动。运动可以达到什么目的？运动可以让你从小电池变成大电池。小电池就是，你很有精力哦，可是一下就没力了，就小电池嘛。可是运动会强化你的肌肉，肌肉会让你的能量储存的更多，所以你的耐力就会变好。所以你以后你可能连续2天才累，对不对？以前是可能半天就累了，那后来运动以后变2天、3天才会觉得累，这个耐力就不一样。所以运动是作用在这个地方。好，那回到更年期，刚刚讲了更年期的症状都是什么？都是热能不足跟卡住嘛。那怎么预防？比如说现在还没有更年期嘛，对不对？那怎么预防？预防它发生，就是你不要有那2个种子在就好。那从现在开始把体力照顾好，从现在开始把那些会卡住的筋怎么样松开？它没有种子哦，东风再怎么吹，会不会发芽？就不会了嘛。这样了解这个概念了吗？所以预防疾病的发生，都是先把种子先怎么样，先干掉。东风再怎么吹，没有东西发芽，对不对？因为你很难控制不吹到东风嘛，对不对？都有老公在旁边，怎么可能不会有东风呢？所以东风很难免，但是你可以解决是种子的问题。好，那这样就预防了，这样也没有很简单。好，这概念就很简单了嘛，对不对？好，所以你就开始去自己回想一下，怎么样让心情变好？怎么样让自己休息好？怎么样吃得好？怎么样保暖？怎么样能够运动？这样就好了。而你这5件事情你都做得很好的话，基本上就不会了。请问一下，那东风有什么事情？请问一下，就是像比如说，那如果暑假很热然后就是身体都很热，身体都说难听就是保暖，所以就不会有东风。那照这种情况来讲，就算再怎么卡住，那个种子也不会发，也不会。你知道过热本身也是东风吗？这样子。OK。有人会不会热到中暑的？会啊。对啊，那可见过热是不是不好？也是东风啊。过冷也是东风啊。所以人要舒服，就是要在一个什么舒服的环境嘛，不能过热也不能过冷。那夏天理论上对于热能的修复改善是不是有帮助的？理论上对不对？因为它天气比较热，所以我有些病人的确天气热了以后，他就症状就稳定很多了。好，可是它带来了一个问题，会过热。它是热，可是过热。那过热以后呢，你又会出汗。出汗这个动作本身就是消耗热能的行为。死人会不会出汗？死人会出汗吗？因为它没有能量，它没有能量去推动血液循环，没有能量去让汗腺发挥作用，对不对？它是死掉的。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人要能够排汗，是要消耗一些热能。好，你一直在流汗，你会不会累？肯定会累啊，因为你热能在消耗。好，所以你过热就会让自己反而更累，热能反而下降。所以人要待在一个舒服环境，是这样。那所以像那样的情形，夏天了很热，可以冷补吗？也不行。冷不是补。OK， 我跟你讲，夏天这么多年我们在洛杉矶都知道了，夏天洛杉矶热的时候很热，对不对？很热怎么办呢？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开冷气。就是冷补啊。就是要让你的那个环境的温度降低嘛，降到多少？70。降到你会覺得冷嗎？舒服。還是降到你會舒服？還是降到你不熱？舒服。其實就是降到你不熱就好。好，就是所謂不熱，就是說你身體不覺得不舒服，所以不熱跟舒服是一起的意思。那每個人的溫度不太一樣。好，所以以我覺得我的經驗啊，如果夏天很熱，比如說戶外都90度，
那室内我觉得可以降低控制在差不多79到80这样的温度就好，这样的温度你就不热。但小朋友不行啊，小朋友他们哇塞，他们要开60几度了。那是他们的问题，因为他们对，因为他们好，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把他抓来怎么样？我以为是我的问题。把小朋友抓来揉一揉，把他的筋都松开，因为他们会那么怕热，是因为他们卡住了，闷在里面。他们说小孩子是纯阳体质，本来就偏热嘛。对，这个就是已经又过度的猜测了。其实小孩子不是纯阳体，小孩子是很弱的阳体。小孩子很弱，你知道吗？他们很容易生病哦，很容易没有像大人的耐力这么好。好，所以很多人误判说啊，小孩子反正纯阳之体哈，就给他什么凉的，那个其实是不对的概念。其实小孩子跟老人一样，你只要热能不够，你只要卡住，他就会生病，是一样的哦。好，所以假如说你以我的经验啊，差不多79、80度的华氏，在夏天室内的话，基本上你就不会想要去喝冰的。对不对？因为你会想要喝冰的，是因为你觉得太热，你想要借由冰来减低那个不适感。可是当你外面的环境不那么热的时候，你就不用喝冰的嘛，就不会用喝冰去伤害身体的热能。好，所以你看有些人他说夏天很热，喝冰，喝到后来会中暑。你知道为什么吗？中暑就是他会突然头昏，然后高热，然后汗流不出来。那你知道为什么汗流不出来？因为他热能不够，他一直喝冰的，喝冰的把热能给破坏掉，连汗都流不出来了。因为流汗的目的是要散热嘛，结果他连流汗都流不出来以后，热就积在身体里面，就卡住了嘛，就造成一个高热，那个昏厥，就变中暑。发烧也是这样吗？发烧基本上也是这样，好，所以发烧烧多高是看他卡多紧。啊，你看有些人他感冒生病的发烧是一种会流汗的，一种是不流汗的。有没有看过这种情况？好，那你不要管说会流汗跟不流汗，反正都不重要，你只要把它疏通就好了。好，疏通以后他人就舒服了。那人舒服以后呢，至于他还烧不烧，那是身体在决定的。好，所以如果有小孩子哈，这个以后还可以讲一堂课，就是小儿的那种发烧感冒的照顾啊，因为这个太多人他不了解。啊，这个我就很有经验了。啊，因为我们家小孩子从小到大，从来没有看过那个除了我之外的医生，啊，也没有吃过任何一颗西药，啊，也没有打过一针疫苗啊，然后包括像发烧，我们家也没有体温计，因为我从来不量的，啊，因为你量体温没有意义，啊，很多人说啊，你量体温烧到什么102啊，还是104啊，哦，就要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我看也还好，啊，因为我跟你讲。会不会造成脑膜炎？会不会造成癫痫发作？会不会造成抽筋？是什么原因？热能不足跟卡住嘛，跟它温度有没有关系？没关系。好，那温度只是个参考，通常卡得越紧的温度会越高嘛，所以他们就认为说啊，你量可能到102了，可能就考虑要怎么样了？104的可能考虑，他在讲的是一个比较好的参考的数字。可是重点是你如果当下能够把它的卡住的地方解开，那个才是最安全的，而不是让它卡到送医院。那送医院以后呢，医院会做什么事？可能打退烧针啊，或者打那个输液啊、生理食盐水啊，等等之类的。可是他有没有去解开这个问题？他还是没解开。所以他可能表面上会降，可是有时候也降不下来，因为他还是卡的，对不对？所以折腾了半天，所以小孩子很受苦。那这个经验都是我听别人讲的嘛，因为大家都是这样的经验，我就知道说哦，原来他们的处理一定是这样。那事实上最快的方式就是把它抓来，然后把这个耳朵后面啊，你把它拉一拉也可以，揉一揉也可以，头部把它松一松也可以。我跟你讲，通常你在做这件动作的时候，他们都很痛很痛，你轻轻碰它就很痛了，所以都不用太用力，你就用你的大拇指的这个指腹有没有？然后轻轻的在那边画圆圈，慢慢的，就好像陪他聊天啊，然后放松他的心情嘛。因为他在不舒服的时候人一定很烦躁嘛，所以你就是轻轻的把它放松，然后他过了大概10几分钟，你就会发现他整个筋就慢慢松开了。松开以后，他整个人就舒服了。好，那舒服以后，代表他整个运作就正常，他就更不会造成以后那些并发症。
好，所以烧要不要凉？我根本不凉的，我就直接处理了。好，直接松开处理，然后处理完放松以后要怎么样？给他喝绿豆汤吗？还是喝西瓜汁？降温吗？所以这个观念就不对啊，还是要改善它的热能。好，所以我会用一些淡淡的啊，比如说鸡汤也好，温温的给他喝一下，啊，或者是有个电热毯啊，让他稍微保温一下。可是如果连电热毯他都觉得太热，那我就不要，我就从里面加热就好了。好，所以不管你从里面还是外面加热，你的目的就只有一个，就是要改善它的热能嘛。但是这个改善热能的过程，你要让他觉得怎么样？舒服。啊，所以他都已经皮肤都已经绷那么紧，有时候你在放那个热敷的时候，它会更热，那我就撤掉，我就换从里面加热。好，所以想法都是一样的，要改善热能，只是方式上可以调整。这样他们就恢复得很快。那恢复到后来，我就发现，跟邻居他的同学比起来，大概在中学以后，他们大概1年就生病个2次吧，而且每次有时候发烧感冒就是1-2天就解决了。那常常我就听到他们就说，我那个同学就没有来，有时候2个礼拜没有来，有时候半个月都没有来，有时候1个月都请假，啊，就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体质上它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差异性存在。啊，所以如果你每次都是靠吃西药啦、退烧药啦、感冒药啦，你无形中就是不断一次又一次的在破坏他的体质。好，那破坏体质是什么意思？就是让他的热能越来越差了，然后身体越来越容易卡住，就这样而已。所以它也没有什么很特别的。所以你只要回到这个基本概念上，基本上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好，所以这样就差不多到一个段落了。好，那我们现在就要来讲，既然都观念都懂了，那总要遇到事情之后要做嘛，对不对？那比如说以脸、头部发烧、头痛、潮热，那你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动手去把某些重点要揉开。所以我们现在刚好都有椅子，所以我们可以开始分组练习。我教你们怎么把头揉开。好，先看这里，先看这里，就是这个关节。那这个关节你要把你的大拇指啊跟中指把它夹住它，让它不要晃动。好，那用这个工具呢，你就用这样的方式去按这个点。那你按这个骨啊，用这个，这个骨。对。那你按进去以后啊，你假如说力道不够，对不对？你可以拿手去压，就把它压下去，然后压下去以后啊，你会发现好像有一个酸痛感，对不对？好，你按到以后啊，你就用手腕去做上下的揉动，就是按进去以后上下揉动。好，那你看我在揉的时候啊，我的手掌心是朝前面的，我不是朝下面，因为朝下面会让你的骨头变宽，它会卡到你的骨头，所以当你朝前面的时候，这个关节面是窄的，它就更好的深入到那个窄的那个缝里面去，它比较 match。好，那进去以后呢，你就这样揉。好，那以你的能够接受的程度去揉个大概3到5秒。好，那揉3到5秒以后，你可以往下一点点，约略大概0.3公分，下面另外一个再给它揉一揉。好，揉完以后再往下0.3公分，大概有3个点你可以从上到下。好，像它就揉得很好，因为它一定有揉到点，揉到点以后刺激到了，它才会咳嗽。好，那有些人会咳嗽，有些人不咳嗽，原因是什么？他痛了。不是，因为它这个痰本身就有。好，所以当你有一些痰，比如说一些东西在气管或喉咙的时候，你自己可能平常没感觉，它就卡在那里。可是当你刺激了以后，身体会动起来，它想要借由咳嗽把它排掉。好，所以它有按到点，它有这个反应。好，所以这是一个，好，这个地方就是这边。那如果换另外一边，就用你的左手按。好，用左手按进去，然后这样揉。你手会上下按，那就会脱开那个洞的时候。没有，拖在下面。我们按进去就黏住它，对不对？上下按，对，然后换下一个上下，你看这个痛，对不对？然后再换下一个就是上下。那按在那骨头啊？按在筋骨跟骨头中间的缝，就这样。那像会拉扯到耳朵里面是
因为 OK 会拉扯到耳朵，是因为那个齿轮都卡在一起，所以它从表面就一直牵连到里面，它不是很顺畅的一个过程。所以当你如果很顺畅，你按的表面的时候，它不会影响到你。那这样还可以继续按吗？继续按到它整个松掉。所以如果你越按越不痛啊，比如说按下去本来很痛，对不对？你越揉它越来越不痛，就表示它越来越顺畅，越来越松。越来越不痛是对的。越来越不痛是对的。那假如说你越按越痛呢？就不对了。因为你越按越紧，你本来目的是要把它松开的，结果你越按它反而越卡越紧，所以表示你在按的过程里面，你把它本来是相对没那么紧的，越按越紧，所以就不对了。好，所以我们有一个很安全的一个标准，你这样按，我说一个点按个3到5秒，下一个点也按3到5秒，下一个按3到5秒。好，假设最长都5秒，这样3个点连续总共才15秒。好，然后你连续可以从头到尾按3遍，这样就好了。也就是说，一个点平均分配5秒、5秒、5秒、15秒。好，以这样的时间跟加上你可以控制的力道这样按，它绝对不会受伤。好，那假如说你按到受伤，比如说按到后来会怎么样？发炎，按到淤青，那一来就是你的位置不对，二来就是你按太久，好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好，所以标准方法就是按到正确的位置，骨头跟骨头中间，好，不要按在骨头上哦，好，因为如果我说那个骨头很大颗聪明嘛，对，应该是不会有这个问题发生。好，按在中间，然后一个点5秒、5秒、5秒，来回3遍，这样就好了。可以每天压。你可以想到就压。好，开车的时候等红灯，揉一揉，啊，或者是什么情况，觉得哪里觉得怪怪的，身体觉得头昏昏的，啊，累累的，眼睛累累的，就给它揉一揉。那这个也会帮助颈椎？不会，这个点哈，它只管哪里？它只管头部，右边管右边的头，左边管左边的头。所以比如说这个人他右边鼻孔、鼻塞，要按右边，右边的眼睛会痒，会流眼泪，按右边，这样知道吗？右边的牙齿在痛，按右边。好，右边的脸蛋不漂亮，按右边。右边头发掉，按右边，这样知道吗？所以整个头里里外外，包括脑子，包括这个人他脑瘤，啊，或者是有脑积水有水泡，按右边，这样知道吗？所以鼻塞一按通，表示你按对地方。对，所以这个点影响到你整个头颅3D 立体结构的表面到里面。所以人体是人体是没有隔间的，你知道吗？它的运作是连贯的，也就是说里面如果出了问题，外面也会有痛点。那我反过来从外面治疗的时候，就可以治疗到什么？改变里面的运作，就这样。好，所以包括头痛啦，什么我刚讲那些，只要是头部的问题的都可以。好，那包括到比较下面，这个还对应到你的咽喉。啊，咽喉就是什么？舌头后面那咽的那个地方，也是从这边去出。对，好，所以很好用。那假如说你这一个做的还不够好，你可以加强什么？就是把耳朵拉一拉。你可以把耳朵这样拉一拉，因为这个拉也会拉到这个地方，它间接的去把那个地方的组织怎么样给松开来。好，那甚至你可以按摩耳朵啊，耳朵里面很多穴道的。好，所以按摩耳朵这个整个耳朵的过程也是影响到这个点。好，所以这个是比较作用比较小的。刚刚我教你们这个是最大的开关，最大的开关可以做到什么？比如说这个人他癫痫发作，你有看过人家癫痫发作吗？就是突然就是口吐白沫，然后眼睛上吊，然后就倒下去，然后就一直抽搐，啊，就是发羊癫疯啊。好，那这种癫痫发作的时候啊，以现代西医来处理哈，他们怎么处理你知道吗？如果正在发作，就是等，等到他醒过来。等的过程里面，他要做一件事情，就是确保他在不断失去意识、混乱抽搐的过程里面，不要撞到旁边的东西。所以他们的标准方法是要把它的周围的怎么样
用什么软的东西保护好它，让它不要去撞到它，不要把袜子塞进去它嘴巴。以前不是说怕咬舌自尽吗？有没有？那这个动作要不要做？这个千万不要做啊！他们也没有建议你这样做啊。那只是一个好像电影还是电视剧会这样演，对不对？啊，就是怕它，因为它一直抽搐嘛，然后怕它咬到舌头嘛。其实咬到舌头也没关系的，它也不会，人不会因为咬到舌头这样就走掉。啊，它顶多就是有点流血，它不至于把它咬断，你放心哈。那个电视也说咬舌自尽，那个是真的想要自尽的人，他是故意的咬断的。你发癫痫咬到只是咬到舌头，它不会咬断。OK。所以咬断舌头真的会死掉。就是流血过多而已。啊。好，那它咬到舌头只是边边，好，所以不要去塞它，因为你塞它有可能会堵住它呼吸的通道，把它窒息。好，那再来，它在很抽搐很紧的时候，你去掰开它的嘴巴它会裂开，那个肌肉反而被你拉伤。好，所以以西医的方法就是说反正你只要保护它不要撞到尖锐的东西啦，然后就是等它自己恢复醒来，就这样。好，那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因为你就想我有个患者就是这样，他还就是中学middle school， 他一个男生，然后他以前就是经常在学校会突发癫痫，就突发然后突发以后呢，他因为在那边抽搐嘛那因为学校都是让他等的，对不对？然后他每次只要一发作完，他要请假3到5天，因为他很累。为什么很累？你知道吗？你就想你就演一个癫痫的人，你要演然后你在那边这样一直抽搐，这样连续1分1秒不要停的抽搐20分钟，你演看，你演完就累了。好，因为你不断的肌肉收缩嘛，是不是很耗能量？所以他这样等于是剧烈运动。那剧烈运动完，他要休息3天，他才够恢复上学。也就是说他没有办法。那后来我们就发现到说，用这个点，就刚教你那个点，你只要看到有人癫痫一发作刚好你在旁边，对不对？你就把他抓起来，然后就用这个刚才这个方法，就是从他的耳朵开始这样揉，就掐进去揉，然后换边揉，动作快一点。你不要说还要5秒，还要算慢慢的，这样也可以啦，还是比20分钟快。就很快的把它两边都把它揉开。通常过去的经验就是有救起来的经验，世界各地来讲，大概在1分钟以内，他就会用手把你的手抓开。这个动作只要一出现，就代表他醒了。好，可是他还在有点昏迷虚弱，还有点微微的颤抖，可是他已经醒了，把你抓开，因为他会痛嘛。这个时候你要继续揉，还是要停？继续。恢复就好。认为要继续揉的举手。休息一下再揉。是你休息还是他休息？我休息。那你认为要停的举手。不知道的举手，因为没遇过，对不对？对。下次遇到，只要他有这个动作出现，你就停。为什么？因为你再继续揉刺激，它会消耗更多体力。这样知道吗？所以见好就收。好，那也就是他醒过来是我们的目的嘛，对不对？他已经恢复，他大脑已经恢复正常运作，他有感觉，他有知觉，他只是很虚弱而已。所以这个时候你停了以后要做什么？你搞定了第一件事情，把组织卡住的地方松开了嘛，你还有第2件事情热的，对不对？所以你要帮他怎么样？保温，给他加热，对不对？或者是给他移到比较温暖的地方之类的或者是你就脱了衣服抱住他也可以如果你是热的话，那你如果是冷的就不要了，就等于让他恶化，他又重新又变健。好，所以这观念还是可以贯穿到这里急救癫痫是指目前全世界只有这一套可以做，西医只能等保护他，但是你可以出手，让他在1分钟内就醒过来，这样知道吗？醒过来以后，我那个小孩那个患者不是说每次发作就要请假3、5天吗？后来他姐姐学会了，他刚好跟他同一个学校，他有一天他姐姐就当场在打网球课的时候，他弟弟就在远方就倒了，他姐姐知道，马上冲过去，就用这一套把他这样救醒，1分钟醒来，然后他只是在恢复室躺3个小时，他就好了。好，所以你看3小时跟3天
那个能量差别很大。那你如果3小时的发作，能量的消耗一点点，它的热能不会损耗太多，它下次又可以预防下次又发生什么癫痫嘛。所以它的癫痫发生是从1个礼拜4、5次，慢慢变成1个月4次，然后变成2个月1次，就这样慢慢稳定下来，就这样。好，所以你只要会急救这一套，以后谁癫痫遇到你就是贵了，对不对？那个小朋友如果每天自己这样揉，也可以预防啊，一样啊，对啊。这叫什么穴位啊？这个叫什么穴位啊？我有3个点这叫做头部原始点耳后原始点，可以这样讲。那有个穴位跟它刚好重复，叫翳风穴。可是为什么不讲穴位呢？因为又太深奥了。我们就是不要深奥，对不对？你去记翳风穴干什么？就是记得这个位置就好。你只要摸到2根骨头中间那个凹下去的点就对了嘛，对不对？还要去记翳风穴，翳怎么写还不知道。所以我现在讲就是说，要打破医学深奥复杂的概念，一定要让它越来越简单，因为人生已经很累了，医学还这么累，对不对？是不是不好？那是不是越简单又有效的就越好？而且还可以做出很多现在高深的医学还做不到的事情。好，所以以后这个课就是大家都是会讲这样的概念，这样是不是一个同样的核心概念？然后贯穿不同的主题。我今天也可以讲癫痫啊，以后也可以讲中风啊。好，请问现在那个花粉季节来，很多过敏。对啊，也可以讲过敏啊，也可以帮忙那个。过敏是不是症状？是不是不舒服？是不是说鼻塞、流眼泪、痒，对不对？很难受。好，那个原因是不是因为花粉？不是。造成它症状原因是不是花粉？现在大家都说不是哦，是东风，那是东风而已，对不对？不是种子嘛？对。那种子在哪里？那个就头部嘛。卡住了，或者是因为鼻子长在头上，不是因为刚好鼻子长在头上。如果他的过敏是在屁股，皮肤过敏，有没有？或者是脖子这边皮肤过敏？那不知道，那就不是了。就只有症状，比方说他就会手很痒，但他也不知道到底过敏。对啊，你看啊，他手会痒，吸到花粉，还是摸那个猫？没有 temperature， 就是温度忽冷忽热的改变，他手会痒，对不对？你看他症状在哪里？在手啊，所以他就不在头啊。对啊，可是有些他是知道他 temperature， 有些人不知道，就是突然就是会痒，所以 temperature change 只是东风嘛，对不对？原因还是他手的问题。如果手会痒，手掌，症状在哪里？它的对应的卡住的点就在这里。那所以要揉手背。这个以后我们会再讲。就是手背这个地方，而且这个手背这个地方还可以预防以后这个手指会变形。所以像他以后手指变形的机会就比较大。因为要揉。因为他已经塞住。他塞住以后，他才会有症状在这里。可是他运动手很多呀。因为他是握着。他打羽毛球，所以握久了还有电脑，这样这个东西很容易让这个地方会塞住。所以身体已经在提醒他了，他已经有讯号在跟他讲说，这个地方已经有问题了。可是如果你没有读懂这个讯号，你就不晓得要处理它了，就等到有一天发作以后，怎么手指开始僵硬了，开始变形了，开始不能擦屁股了，对不对？这时候再搞就有点太慢。现在就马上就可以动手。他不要那么先生，他是鼻子的话。他鼻子就在头啊，头就这里啊。还有一个枕骨后面啊。对啊，就这样而已啊。那这种叫换季，就是那个有这种家族性，就好像他们都会蜕皮的，这种也是手上的问题吗？对。但我们都以为是基因遗传啊。基因有点影响，因为基因会让身体的运作在某方面产生一个比较弱的情况，所以的确会让这些家族的人在这个地方的筋产生比较容易紧的情况。那还是手上的。对，但是你后天可以改变，后天可以让这个症状减轻。虽然你有这个基因，它影响会有这个层面，但是你懂，所以你一样还是从这个地方去把它收开。就算它会发作，它也是很轻微的，是可以改善到这个程度。那这种有没有就可能小孩子他自己摸他的袜子有真菌感染啊，然后就用这种药膏给他擦了会好，但是还是对啊，就是我刚刚讲西药都是化学嘛，对不对？擦了会好。那如果它热能也够，它好了以后它就稳定了，它就好。可它如果越擦热能不够，它一直反反复复，那这个药只是一个控制，
有药的时候会好一点，没药的时候又来，所以它的根没有去解决。就是会反复嘛。对，它会反复，一定是没有从根解决。那我要讲的就是这个核心，这就是根。所以你一定要想办法让它这个地方松开，然后热能要够。好，那有些人他这个手呢，很容易紧，是因为他常常去洗冷水。啊，洗冷水的时候很容易就冰了嘛，冰的时候很容易就紧起来，就会恶化这个情况。啊，所以当女生不简单，啊，还要切菜，还要洗菜，所以更要好好的保养你的手，对不对？手要怎么保养？就是这些缝，我们手指头有4根指头，大拇指不算，4根，4根指头有几个缝？还要算吗？这不是小学吗？4根指头有3个缝嘛，这个缝你要从你的这个指节的前面去找，去找到有没有痛点，然后一路这样延伸下来，到最后面你摸不到的地方。好，那这就是这些软的地方你去按，如果有痛点就把它按开。就是多痛，那你就多按按到它不疼。好，刚刚也讲，如果越按越疼就怎么样？越按越疼就不要按了，表示你按错了。好，这样知道吗？因为理论上你是越按越松嘛，越来越不疼啊。好，所以像我们要做健康检查很简单，你如果都不跟我讲你怎么样啊，我就要从头按到尾，只要哪里有痛点，就代表那个地方对应症状有问题。它有可能是你还没有发现到的，它都已经出现了。它是从你的身上直接找答案，对，所以这个比你去抽血啦，还有什么影像啦，那更准确，因为你当下身体反应出来的就是这样。好，而且诊断检查出来以后还当场解决哦，因为诊断跟治疗是合在一起的，对不对？比如说你有任何的情况，我诊断完、治疗完马上就解决了，这个速度是非常快。OK， 所以这样今天有没有收获？有了哈，把医学很深奥的东西，很简单而且很实用，可以落实在你的生活里面嘛，对不对？好了，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了，祝你们新年快乐！